就在白悠悠以為魯修會繼續的時候，魯修卻停了下來，只是那額角凸起的青筋暴露着他忍得有多辛苦，而白悠悠還跟個不怕死的妖精似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忍着羞怯小心地問道：阿修，怎麼了？你不想嗎？魯修怎麼可能不想？他快想瘋了好嗎？可先不說白悠悠如今還沒到發情期，就說現在的環境，他就不可能就這樣要了白悠悠。他自己什麼情況他太清楚了，一旦開了閘来真的，那就很難收手，到时候要是不小心傷着白悠悠了，他得心疼死。整理好白悠悠被弄亂的衣服後，嘿嘿，我說了要等到悠悠發情期的，哪能亂來啊？那語氣那表情像极了一个正人君子。白悠悠听了这话有些一言难尽，很想揪着鲁修的耳朵問問當初想求歡的人到底是誰，為什麼現在搞得就跟他多那啥似的。那阿修，你還生氣嗎？你剛剛做那些只是為了哄我，怕我生氣？白悠悠一聽這話就知道這臭流氓又要亂想了，趕忙忍着羞恥哄道：對呀，我怕你生氣，怕你誤會我不喜歡你，因為我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受到的教育跟你們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一些行為你可能不太能理解，就會誤會我的一些意思。魯修聽了這話瞳孔縮了縮，像是沒有聽懂白悠悠話裡的意思。悠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什麼叫不是這個世界的人？魯修說着就跟怕白悠悠消失了似的，顫聲問道：你不是說你不是獸神使者嗎？你不是說你不會離開我的嗎？你是騙我的。魯修能想到的只能是白悠悠是從獸神那兒所在的神界來的，所以他現在異常的緊張，怕自己留不住白悠悠。他甚至有些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問白悠悠那個問題，他情願什麼也不知道，只求白悠悠能多跟他在一起一些時間。白悠悠聽了魯修的話，稍微想了想就知道魯修是誤會了。哎呀，不是，我沒有騙你，我真的跟獸神沒有關係，我說話算話，說不會離開你就不會離開你的。聽到白悠悠肯定的承諾，還沒回話就聽白悠悠繼續說道：阿修，我承認我開始之所以同意跟你結旅，是因為我想依靠你，是因為我意識到我無法獨自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從而想得到你的庇護。可現在不是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竟然對你產生了戀慕之情，這是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事情。我如今跟你在一起的所有都是因為我喜歡你，我想與你在一起，想一直都跟你在一起。白悠悠的坦白讓他相信了白悠悠的表白之言，眼睛越來越亮，眸光也變得越來越炙熱。但是他還記得白悠悠所說的，他不是這個世界的人。哎，悠悠，你說你不是這個世界的人，是什麼意思呀？阿修，我要是跟你說我是死過一次的人，你會不會怕我，覺得我是個鬼怪，是個邪祟？白悠悠還是決定對魯修坦白一切，他喜歡這個人，想要跟這個人永遠在一起。同時他也在賭，拿自己的未來，甚至是重新得來的生命在賭。稍稍退後了一些，將白悠悠上下來回打量，卻一直緊抿着唇不說話。白悠悠看着魯修的樣子，一顆心慢慢往下沉。外面的風雪帶來的冷都沒有他此刻心冷。隨着魯修沉默的時間越長，他就越難受，最終無法再僵立在魯修面前，轉身就想離開。他怕再待下去會聽到讓他無法接受的答案，就被魯修給一把拉住了。喂，悠悠，你要去哪裡？白悠悠被魯修的反應弄懵了，眼睫顫了顫，一顆顆晶瑩的淚珠子便從眼角滑落了下來。我以為你不想要我了。不是，沒有，我怎麼可能，我沒有。邊擦眼淚邊說道：悠悠，你別亂想啊，我剛剛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哄我的，這世上哪有人能死而復生啊。魯修雖然心疼，但卻無法相信白悠悠剛剛所說的話，這有些打破他的認知。他更願意相信那是白悠悠在逗他，跟他開玩笑。我說都是真的，沒有騙你。你以前不是很想知道我原來生活的地方是什麼樣嗎？我現在願意告訴你實話，你聽不聽？我聽，悠悠你說吧。白悠悠聞言抬頭看了魯修一眼，然後組織了一下語言，把自己掉下懸崖的原因
跟来到這個世界的經過以及系統的存在都跟魯修說了一遍。他知道這很冒險，可是他沒有辦法揣着秘密遮遮掩掩的跟魯修相處一輩子。他也知道這是他對魯修之間感情的一種考驗，即便魯修會讓他失望，讓他粉身碎骨，他也認了。而魯修的反應明明白白地告訴白悠悠，他賭對了。魯修仔細聽着白悠悠的訴說，從最開始的震驚、難以置信，到後來的心疼憐惜，直至最後變成了緊張心悸，顫聲說道：悠悠，我竟不知道你曾經有過那樣的危險。魯修一想到白悠悠獨自落下懸崖等死的場景，就心痛得厲害。再想到白悠悠一來這個世界就要獨自面對那樣的境況，他就後怕不已。只差一點點，他就遇不到他的悠悠了。如果不是白悠悠机灵勇敢，光是想想他会面对的境況，他就想要立刻去毁了那個所謂的鐵狼部落。没事了，悠悠，你別怕啊，以後有我在，我會護着你的。我相信阿修會護着我的，以後有阿修在，我什麼都不怕。聽了白悠悠的回答，魯修心裡特別的美，他喜歡這種被白悠悠依靠，被白悠悠全心依賴的感覺。可他的心裡還有一些不安，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問出了他最怕的問題：悠悠，你以後會在這個世界一直生活下去嗎？會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對不對？為什麼這麼問？白悠悠疑惑地抬頭看着魯修，當看到他眼裡沒來得及掩飾下去的不安時，瞬間就懂了魯修在反映什麼。我當然會一直跟在你這裡生活下去啊，難道你覺得我還能再穿越一次嗎？可是我擔心那個什麼系統會把你帶走。白悠悠聞言愣了愣，卻覺得魯修這個擔心有些多餘。他來這個世界這麼久了，其實對這個系統已經有了一些判斷。這個系統明顯就比較適合這個世界，系統名字就帶着遠古二字，功能也與這個世界有關。把他帶到這裡來後，一直都在幫助他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而且這個系統空間的升級條件還那麼古怪，看上去就像是想讓他去當個神棍。可不管系統的目的為何，總歸是不會再把他送走的。更何況他原來所在的世界的身份已經死了，這會兒墳頭草估計都有1米高了。白悠悠把自己的想法跟猜測都跟魯修說了一遍。魯修聽完後思考了很久，最後有些不確定地說道：悠悠，你這系統不會就是獸神吧？怎麼可能？白悠悠白了魯修一眼，別說他根本就不信什麼獸神了，就算真有獸神，也沒道理會跑到別的世界去帶個人回來呀。而且他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獨特之處。好啦，阿修，你別亂想了，你只要知道我以後不會跟你分開就行了。至於其他的，多想也沒用啊。悠悠，你到底多大了呀？我18歲啦。哦，你剛剛說你剛成年？啊，對呀。白悠悠傻愣愣的點了點頭。你既然已經成年了，那怎麼沒到發情期啊？我原來的身體已經死掉了，現在的身體是系統給我重塑的，可能是這個身體還沒長大吧。這不長得挺大的嗎？哎呀，臭流氓，我不理你了。魯修見此趕緊追了上去，同時覺得自己有些冤枉，他怎麼就成流氓了？哎，外面冷，我還是抱悠悠回去吧。被魯修抱着，便順勢往魯修懷裡縮了縮。魯修摟着人，心裡美滋滋的。他如今跟白悠悠之間再也沒了什麼秘密，得到了白悠悠所有的信任，這讓他心裡既踏實又甜。如今唯一還有些美中不足的就是白悠悠這還沒有到發情期，可他現在也不急了，畢竟雖然吃不上大肉，但是偶爾還是能吃點肉末的。還沒走到洞口，他就聽到了一點異常的聲音。阿修，怎麼了？木一他們可能有點麻煩，對方人還挺多的，我们得趕緊回去了。那會不會有事兒？這裡怎麼會有人來？悠悠別怕啊，有我在呢。如今這天氣，別的流浪獸人自然也會看出不對，跟我選到一處避難也是有可能的。接下來一段時間可能還會遇到更多，這對我們來說可能也是一個機會，總歸有我在呢。悠悠，待在我身邊，什麼都不用怕。也就幾息的時間，魯修就靠近了山洞，而白悠悠此刻也終於聽到了那邊的動靜。你們2個流浪獸人最好馬上離開，別逼我們動手。哼，你們休想，這是我們挖的山洞，地方也是我們先找到的，你們別以為你們人多，我跟哥哥就會怕你們。一會兒我老大回來了，一個一個收拾了你們。白悠悠聽了這話，嘴角抽了抽，抬頭看向魯修，就發現魯修的表情變都沒變一下，就跟木兒說的不是他一樣。這時候一道稍微柔和一點的男聲響了起來。
你們老大是誰？不過也就是個流浪獸人罷了，我們难道還會怕嗎？你哥哥已經受傷了，你還是带着你哥哥離開吧，我不傷你。听到这話，白悠悠有些着急了，他沒想到雙方竟然已經動過手了，而魯修的眸光也冷了下來。木一、木二兩兄弟竟然已經通過了他的考驗，那就是他的人，如今被人在自己的地盤，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打傷了，他怎麼可能忍得了？我就是他们的老大，打傷了我的人，你想怎麼死？魯哥哥，他們要搶我們的地盤，還打傷了我哥哥。魯修聽到木二的稱呼，這會兒倒是知道喊哥哥了。我怎麼覺得你有些眼熟啊？不急，他好像是我們在莽山遇到的那個流浪獸人，你看他通紅。魯修也認出了這幾個人，正是他當初在莽山遇見的雄獅部落當中的幾個人，人數比當初少了些，如今只有5人了。魯修有些疑惑，像他們這樣的部落獸人所在的部落地勢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所以一般不存在要出來重新找地方落腳的情況，所以這些人出現在這裡就有些耐人尋味了。你竟然搶了其他部落裡的小雌性！你哪隻眼睛看到我是被搶的？我跟阿修是在獸神見證下結成了正經伴侶，你別張口就胡言亂語。魯修沒想到皮實軟軟弱弱的小雌性竟然會突然變得這麼有攻擊性，但是想到白悠悠這都是為了給他打抱不平，他就覺得心裡甜滋滋的，而不及卻被白悠悠的話給驚到了。特別是在看清白悠悠那秀美的容顏後，他就更加震驚了。小雌性，你是不是被他逼迫了？他可是不祥獸人，你怎麼可能會自願和他結旅啊？小雌性，你不用怕他，我們兄弟幾人定能救你離開這不祥獸人的控制。白悠悠真是快要被氣死了，他好不容易才讓魯修開始不那麼自卑，要是魯修再被這個獸人的幾句話給刺激到了，他要找誰說理去？你閉嘴！什麼不祥獸人？我跟阿修已經在一起生活了這麼久了，可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任何不祥之處，反而把我照顧得很好。但是在遇到阿修之前，我差點被你們這些所謂的部落獸人給換掉，而每次交易日被換掉的雌性可不少。至於被換掉後的下場，你們應該很清楚吧？哼，這不祥獸人的稱呼不過就是你們這些部落裡的掌權者不想供養身帶殘疾的小獸人所編造出來的謊言罷了。你們可有真正見過哪個不祥獸人能克死人，能給部落帶來不祥的？把不祥獸人趕走了的部落就不缺食少穿，不受天災影響了，簡直就是個笑話。對面幾個人被白悠悠一席話說得目瞪口呆，木一、木二兩兄弟更是滿眼都是驚奇之色，看向白悠悠的眼神帶着從未有過的光芒。而魯修也有些動容，他動容的是白悠悠對他維護的態度，這讓他感到無比的滿足。看了看木一，發現他傷得並不重。乖啊，不生氣，跟木一他們乖乖待在這裡，我來處理。然後便轉頭看向不及幾人，冷聲說道：我再問你們一次，你們想怎麼死？不及等人被白悠悠剛剛說的那番話弄得有些懵，一時無法消化，震驚的神色還沒有褪去，就被魯修冰冷的話語給驚醒了。我等並無什麼惡意，只是想暫時住在這裡而已。你雖然有些實力，但也不見得就能打贏我們幾個人，你又何必逞着一時之勇呢？既然這小雌性是自願跟你的，我們也不會多管閒事。如果你願意，我們願意留你們一起住一晚，明日你們自行離開怎麼樣？哼，無惡意，我的人難道不是你們打傷的嗎？這地方如今是我的地盤，你三言兩語就想占了去嗎？你這是有多大的臉啊？那是他先動的手，我們只是回擊而已，並且也沒有傷他性命。這世界本來就是拳頭說話的，他自己實力不濟，也怪不得我們。說得好，語帶殺氣的回道。這世界確實是用拳頭說話的，我們也就別說什麼廢話了。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離開。說着直接就化作了獸形，把對面幾人都驚了驚。他們從魯修能單獨打死一隻犀牛蟒的事就知道了魯修的實力不一般了，卻沒想到他的獸形會這麼大。那堅硬的黑色蛇鱗在白雪的映襯下顯得格外恐怖，讓不及幾人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但他們的反應也很快，瞬間就同一時間化作了獸形，組成一個合圍之勢，把魯修包圍在其中。他們的配合很默契，一看就是經常一起戰鬥養成的戰鬥習慣，而他們的氣勢比白悠悠以前遇到的那些獸人要強很多。不過即便如此，魯修也沒有任何氣弱之勢，反而戰意高漲，看上去還有些興奮的樣子。魯修的體型雖然比原來大了一圈，卻絲毫沒有影響他的速度，反而增加了他的爆發力。不及幾人雖然配合得很默契，可在魯修的突襲猛攻中很快就露出了不敵之勢力。
但是他們卻沒有一人退縮，反而越戰越勇。魯修面對這樣的對手，戰意只增不減，速度也越來越快，很快便趁一人不察之時，一尾巴把人给抽飞了出去。以鲁修的力量，那人短时间内是爬不起来了。不及回头看了一眼被抽飛的同伴，眼裡透着心凉與颓然。他知道他們輸了，他猜到了魯修很強，卻沒想到會這麼強。即便他們幾人以命相搏，也於事無補。當初隨他一起離開雄獅部落的兄弟有10來人，到如今就只剩下了一半。而如今再這樣下去，他最後這點兄弟怕是也要葬送到這裡了。你很厲害，我們願意認輸啊！只要你願意停手，放我們兄弟離開，我們身上所有的物資都可以給你。你们当我傻嗎？啊！殺了你们，你們的物資自然就是我的了。留着你們，只會給自己留下一個後患而已。我們兄弟幾人，如今已經脫離了原本的部落，又不是你的對手，以後自然不敢再來找你麻煩。你若放了我們，我們願意對獸神發誓，等冬雪融去後，我們願意送上更多的食物前來賠罪。不急，你在說什麼胡話呢？我們怎麼能跟一個流浪獸人投降？即便是死都不行啊！那個獸人說完，另外幾個獸人也齊齊點頭，看向魯修的眼神裡帶着決絕之色。不及見此有些無奈，他不是怕死，只是想保住最後幾個兄弟的性命而已。可見他們態度堅決，便嘆了一口氣，做好了跟兄弟幾人同生共死的準備。一道軟綿綿的聲音響了起來：我們可以放了你們，也不需要你們的物資，但是你們得幫我們一點小忙，包吃包住哦。魯修聞言看了不及幾人一眼，眼神變了變，有些不認同的說道：悠悠，你要幹嘛？白悠悠知道自己可能有些衝動了，在還沒有跟魯修商量的時候就自作主張，有些不太好。可当他知道這幾人已經脫離部落了以後，心就有些癢了，心裡也有了一個計劃，只是暫時還不方便說出來。對着魯修撒嬌道：阿修，我不想住山洞了，就讓他們留下來幫我們蓋房子吧，我還想把這一片圍起來，活還挺多的，他們要是願意幹的話，饒他們一命，給他們一口飯吃也不是不行。魯修如今已經很了解白悠悠了，心裡雖然有些不情願，但還是點了點頭。不及幾人原本都準備拼命了，卻沒想到就因為那個小磁性一句話，說收手就收手了。而聽那小磁性的意思，只是想雇傭他們幹活，還包吃包住。像如今這樣延長的冬日，上哪兒找這麼好的事情去？不及跟自己幾個兄弟對視了一眼，他們的食物已經不多了，很難熬過這個冬日。更何況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冬日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要想活下去，只能去尋找一些在冬眠的野獸，那又談何容易？如今白幽这個雇傭提議對他們來說誘惑性太強了。你伴侶說的話算數嗎？你們有那麼多糧食嗎？哼，悠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們說同意不同意就行了，不同意我們就繼續。不及聞言嘴角抽了抽，回頭跟自己幾個兄弟商量了一下，都覺得這是好事兒，可以先答應試試。如果吃不飽或者讓他們幹什麼送命的事兒，他們再反水也不是不行，反正他們現在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不及尷尬地摸了摸鼻子，對白悠悠說道：我們兄弟幾人同意你的雇傭提議，但是你們得說話算話，包吃包住做完事後就放我們離開。自然，只要你們盡心為我做事，我就不會餓着你们，等事情做完了，你們就可以自行離開。不過我說的包住只是留你們在我這兒的地盤住，山洞你們得自己挖。白悠悠很淡定地點了點頭，說着指了指另一邊小很多的山丘，說道：喏，那裡就留給你們了，你們這麼多人挖個洞而已，應該不難吧？最終點頭表示同意。既然同意了，就跟獸神發個誓吧。要是你們半夜趁我們睡覺跑了，我找誰去？你這個小雌性不要欺人太甚，我們剛想回嘴就被不及給打斷了。匹夫，不要衝動，我這兄弟性子急了些，你多擔待，發誓而已，沒有問題，我們本來也沒想反悔。然後就帶着幾人對着獸神發下了誓言，表示願意與白悠悠交易，交易期間絕不起任何壞心思。白悠悠見事情落定，稍微鬆了一口氣，眼裡閃過一絲狡黠之色。你有個兄弟傷得不輕，如果不醫治的話，估計很難好轉，我可以給他醫治，但是你得拿你們的食物來換。白悠悠剛說完，魯修的眉頭就皺了起來，他不明白白悠悠為什麼要暴露自己會醫術這一點，但是他卻沒有出聲制止，只是看向不及等人的目光變得更冷了一些。而不及等人聽了白悠悠的話，眼裡都帶着一些震驚之色。你會醫術？你是巫師？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會有巫師流落在外？這絕對不可能。這你就不用管了，
你說治不治就行了，不治就算了，我還要休息呢。咬了咬牙回道：是，但是如果治不好，我是不会给你食物的。行，你们等着。拉着鲁修进了山洞。阿修，这几个人如今都脱離了部落，我看他们也不是什么穷凶极惡之徒，就想留下來考察一下，如果可以的話，也有可能會是你的幫手。悠悠，他們可不是不祥獸人，跟我們本就不是一路人，又怎麼可能會願意成為我們的一員呢？可是他們現在是流浪獸人呢，並且也同意幫我們幹活了呀。再說了，會不會留下他們，還要看他們的表現呢。鼓起兩團可愛的腮幫子，瞪着魯修，嬌嗔道：阿修，一個不能因為他們跟你們不一樣，就歧視人家呀。魯修被白悠悠這個樣子萌得不行，最後只得好脾氣的答應白悠悠的提議，任由白悠悠去折騰。反正不管怎樣，他都會給白悠悠兜底的，只要白悠悠能高興，他都無所謂。那你準備怎麼給那個獸人醫治呀？他可是內傷，食人魚膽可不管用。白悠悠聞言笑了笑，從空間裡拿出了一個小木碗，然後往裡面弄了一點黑豆粉，最後往黑豆粉裡面放了幾滴靈泉水，開始把黑豆粉揉成一個個小指頭大小的麵團子。對魯修得意的笑了笑，這不就是藥了嗎？我這可是強身健體丸，乃是我的獨家秘方，治療內傷再好不過了。從木耳的情況加上兩人這段時間喝靈泉水的效果，白悠悠差不多已經把靈泉水的效果弄清楚了，現在只等冬日過後再試驗一下靈泉水動植物的功效了。魯修看完了全過程，有些哭笑不得，但也不得不承認白悠悠很聰明，腦子轉得很快，只是心裡覺得給那個獸人用靈泉水有些浪費了。等白悠悠拿着新出爐的強身健體丸出來時，他把手裡的幾顆黑豆粉丸子遞給魯修，示意魯修拿一顆交給對面的人。等不及拿到面黑豆粉丸子研究的時候，就聽白悠悠淡淡的說道：你光看能看出來什麼？不要浪費了我的好東西，快點給他吃一顆。不及聞言，並沒有馬上交給那個受傷的獸人吃，而是先聞了聞才問道：這是什麼東西？不會有毒吧？白悠悠聽了這話，頓時不樂意了。不吃就還給我，哪來的那麼多廢話？要想讓你們死，有我家阿修就行了，我需要費這個事兒嗎？不及聞言皺了皺眉，卻覺得白悠悠這話雖然不中聽，但卻有些道理，便轉頭看了看那個受傷的獸人，說道：鐵石，這應該沒有毒，你要不要試試？那個名叫鐵石的獸人聽了這話，沒有什麼猶豫，直接點了點頭。不及見鐵石同意，也就不再墨跡，把那顆黑豆粉丸子交給了鐵石。等鐵石吃下去後，包括白悠悠幾人都一眼不眨地看着鐵石。不及他們是怕鐵石吃出問題，而白悠悠他們卻是想看看效果。鐵石把丸子吞下去後，開始不覺得什麼，可過了一會兒就覺得渾身有一絲絲清涼感，連原本刺痛的腹部都舒服了很多。你竟然真的是巫師啊！這怎麼可能？丁，恭喜宿主獲得鐵石信仰值10點，所剩信仰值110點。他沒想到這麼快就有了收穫，但總歸是好事兒。這藥一日最少得吃1顆，那1顆再送你們試驗藥效的，後面還想要啊，就拿你們的東西來換。說着打了一個小哈欠。阿修啊，我好困啊，想睡覺了。行，悠悠你困了就睡吧。路過木一的時候，給你的，都吃了吧。等木一接過黑豆粉丸子以後，便頭也不回地帶着白悠悠離開了，從頭到尾都沒有給過不及幾個人一個眼神。木一看到手裡的丸子有些激動，直接把2粒藥丸子都給吃了，看得鐵石嫉妒的不行。就聽木一說道：你們還不去挖山洞嗎？晚上是想睡雪地啊？木一對這幾個人可沒什麼好感，這一來就把他給揍了，要說他不記恨是不可能的。而不及看着木一木二兩兄弟的背影，原本還想說點什麼，下一刻山洞口就被一塊大石頭給堵住了，他連個人影也看不到了。幾個人高馬大的獸人就被扔在了空曠的雪地上吹冷風，看上去竟然有些可憐。不及扭頭看了一眼鐵石，問道：你剛剛的反應是怎麼回事？這藥很好用？那個小雌性絕對是個巫師，他這藥比我所知道的所有藥物效果都要好，我覺得只需要再吃上2顆，我就能全好了。真的嗎？不及還沒說話，黑風先激動了起來。既然如此，我們乾脆把這個小雌性搶走，這樣我們就有了重組部落的底氣了呀。其他幾人聽了這話都有些異動，卻被不及一句話給打破了所有幻想。不是，你們剛剛還沒被打醒啊？我們幾個加在一起都不夠那個什麼盧老大玩的，你們怎麼就覺得自己有那個本事，能從他手裡搶走他的小雌性啊？說着扭頭看了一眼黑風，
語重心長地說道：黑风，你哥哥黑子已經因為衝動沒了，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訓，以後做事多思考一下。我們如今想要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光靠蠻力是不行的。最後還是受傷的鐵石問道：那我們以後怎麼辦？真的要留下來給他們幹活嗎？唉，這冬日不知道還要繼續多久，如今能找到一個不愁吃喝的機會，也算是我們的運氣，我們就先留下來吧。如果真的能吃飽，給他們幹點活也沒什麼。說着警告地看了一眼黑风他們，嚴肅說道：但是你們記住了，不想死就別打那小雌性的主意，那個獸人可不是什麼心軟之輩。幾人聞言互相看了一眼，然後齊齊點頭表示知道了。接下來不急就帶着幾個兄弟開始挖他们的臨時住所，挖起山洞來速度也很快，只需要挖一个可以簡單避風雪的地方，所以用的時間並不太長。等挖好山洞以後，他們就各自變成獸形躲了進去。他們的獸形都是獅子，皮毛很厚，比較耐寒。幾個人擠在一個狹小的山洞裡，更能互相取暖，也不怎麼覺得冷。而此時的白悠悠早就躺在柔軟的皮毛墊上，被魯修摟在溫暖的懷裡睡熟了。第二日，等到白悠悠跟魯修他們從山洞走出來的時候，不急幾人已經在外面等着了。一見到白悠悠，不急就率先上前了幾步，說道：昨天那個藥丸我們想換2顆，你要多少食物？我看你們也沒多少食物，我現在急着用人，就拿2顆藥丸抵你們幾人一天的報酬，你們覺得怎麼樣？幾人聞言覺得挺合適的，甚至覺得是他們佔了便宜。要知道，沒有巫師的部落，要想請別的部落巫師出手一次，那可要費很多的代價，而白悠悠卻只讓他們幹1天的活兒，更別說白悠悠的藥效果還那麼好了，怎麼看都是他們賺了。見大家都沒有意見，就點頭同意了。今天過後，你們要是還想要藥的話，也可以繼續這樣換取，不過換了藥後，我可是不包吃的喲。幾人聞言沒有什麼異議，都點頭表示同意。白悠悠臉上帶着一些狡黠的笑意，對不急他們說道：你們今日先把附近的樹都給砍了，讓這一片變得更加空曠一些，那些樹記得要堆在一起，我有用處。說着就拿出2顆藥丸出來遞給木耳，你來當監工哦，要是他們敢偷懶的話，你就告訴我，我和他們要丸子。而不急幾人聽了這話，嘴角都僵了僵，然後啥也沒說，全都轉身離開去幹活了。悠悠，那我幹什麼？嘿嘿，阿修這段時間這麼辛苦，當然是要休息啦。反正現在有人幫忙幹活，我們不急。嘿，趕路而已，我有什麼好累的？閒着也是閒着。悠悠真的沒事讓我做嗎？既然如此，那我們就開始建房子吧。怎麼建？魯修有些疑惑，他只遠遠見過一些大部落建的樹屋跟草屋，都很簡陋，就是在原本長好的樹中間搭建一個帳篷，就算是夏日的房屋了。夏日雖然涼爽，可到了冬日四處漏風，根本無法住人。先把山洞口那片地的積雪清理了，然後挖些2米左右的坑，後面的我再教你們。等把2人後面的事都安排好了，白悠悠就去給他們做飯去了。沒過多久，空氣中就傳來了燉肉湯的味道，肉湯的香味比普通的肉湯香得多，饞得不遠處的黑風等人直流口水。哎，不姐，那小雌性在弄什麼東西啊？怎麼這麼香啊？像是肉的味道。哎，別想了，今天我們得給鐵石換藥，沒有我們的份兒。就算不換藥，這麼香的食物他們也不會分給我們的。幾個人聽完後都有些沮喪，便繼續幹活了。即便如此，卻沒有一個人動過不給鐵石換藥的主意。等白悠悠把飯做好以後，就讓魯修跟木一木二兄弟倆過來吃飯。想了想，便拿出了5個用竹子做的小碗，給每個碗裡都弄了一點熱湯，一小塊肉跟一些胡蘿蔔丁，然後又掰開了5塊手掌大小的鍋盔。這些是分給你們的，不過我這不是白給你們的，你們要是吃了這些，今日的藥就只有1顆了，還想要的話，明日也可以這樣換。不急看了看那些食物，這點東西他們兄弟幾人不可能吃飽，但是它香啊，香的幾個兄弟都快饞死了。扭頭看了一眼，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兄弟，最後一咬牙同意了。每人1塊餅，1碗香噴噴的燉肉湯分到手裡，便都開始埋頭吃起來。肉一入口，幾個人的眼睛都亮了，還沒反應過來，肉就已經被他們嚼吧嚼吧吃光了。胡蘿蔔已經被燉得軟糯，那陌生的帶有一絲絲甜香的味道開始在口腔中彌漫，讓他根本停不下來。不多時，幾個人手裡的竹碗裡就只剩下肉湯了。黑豆餅很有嚼勁兒，被香濃的肉湯泡過以後，更添加了一些別樣的滋味，是不及他們從來沒有嘗過的滋味。幾個獸人狼吞虎嚥的，沒幾下手裡的碗就空了。白悠悠用餘光注意着那幾個獸人的表現，見效果不錯後，就收回了注意力，然後就對上了魯修意味深長的目光。
鲁修，你幹嘛這樣看着我？肉都快涼了啊，趕緊吃吧，一會兒還要幹活呢。魯修很喜歡看現在的白悠悠，整個人顯得機靈又鮮活，這讓他無比安心踏實。不管白悠悠的打算是什麼，他只要確保白悠悠的安全就行了，其他的只要白悠悠能開心，他都可以接受。吃過飯後，雄性獸人們開始繼續幹自己的活兒，而白悠悠則是找了一塊薄獸皮，拿了一塊木炭，開始在上面描繪他心目中的房屋樣子。等魯修他們把所有的地基都挖好後，白悠悠的房屋構造圖也畫好了，拿來給木一跟魯修2個人看，仔細跟他們講了一下自己的意思。讓白悠悠意外的是，木一在這方面很有天賦。通常白悠悠只說了上半段，木一就能推出後面要怎麼做，甚至還可以給白悠悠提一些意見。白悠悠很是驚喜，木一，你這方面非常有天賦，一些我沒注意到的細節你都能想到，那後面的事情就都交給你了。等他們把樹木砍得差不多了，你就開始安排他們跟你一起修建吧。只要成功了，你以後就是我們未來部落裡的建築師了。大嫂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悠悠，那我幹什麼呀？阿修，你趁現在還沒化雪，路還好走的時候，帶我到附近轉轉吧，我們說不定還能找到點別的食物呢。到了第2日，白悠悠就通知布吉他們不用再砍樹了，讓他們跟着木一一起建造房子，只要他們表現讓他滿意，中午可以讓他們吃飽。自從吃了一頓白悠悠做的飯後，這幾個獸人吃自己剩下的那點食物都覺得不香了。現在聽到白悠悠這話，一個個先沒出息的點頭了。白悠悠仔細觀察了一下他們幾人的反應，見自己想要的效果達到了，就鬆了一口氣，就跟着魯修一起離開了，便來到了白悠悠剛到這裡時看到的那條河流。這條河流一眼望不到頭，不知來處，也不知盡頭在哪兒。阿修，你先幫我弄開一個冰洞好不好？我想看看會不會有魚自己跳上來讓我吃，想喝新鮮的魚湯了。一般情況下，只要河裡有魚，洞口鑿開後就會有氧氣進去，這時候就會有很多魚湧過來呼吸空氣，所以就會有很多魚了。想了想，便搬了一塊大石頭過來，用力砸了下去，冰面直接就被魯修給砸通了。哈，阿修，你可真厲害呀！你要是去了我原來的世界，光是這一手就可以當網紅了。魯修並不知道網紅是什麼意思，但是白悠悠誇他厲害，他卻是聽懂了的，也很受用。剛想回答，就聽到2聲撲騰聲。悠悠，这魚還真的是自己跳上來給你吃啊！魯修只覺得自從遇到白悠悠以後，他的腦子就越來越不夠用了。悠悠，這魚還真的是自己跳上來給你吃啊！那當然啦，你不是都看到了嗎？悠悠，這是怎麼回事？白悠悠歡喜地看着在水裡撲騰的各種魚類，沒忍住咽了咽口水，腦子裡面已經開始盤算下一頓飯怎麼吃了。聽到魯修的問話，也沒了再逗他的心思，就把魚為什麼會送上門的原因告訴了魯修。哇，你來的那個世界的人可真聰明，會的東西也真多呀。這其實沒什麼，所有的知識都是經過一代代人積累下來的。我們那個世界的祖先可沒有你們這樣的戰鬥力。哎，別愣着了，快幫我把魚撈起來，中午可以吃烤魚喝魚湯啦。魯修聞言也有些心動了，然後就蹲下身直接用手去撈魚。白悠悠一想到食人魚魚膽的用處，就想看看這種魚是什麼魚，有沒有什麼奇特的用處。蹲下身抬手摸到魚身上，鑑定長斑魚，肉質鮮美可食用，無副作用。他只選大的抓，小的看都沒看一眼，覺得魚夠多了以後，讓魯修把他處理好的魚洗一洗，而白悠悠則是繼續處理剩下的魚。當處理到最後一條魚的時候，眼前這條魚長得也太醜了一些，剛要扔出去的時候，說不定這是醜魚有什麼奇特之處呢？鑑定大嘴魚，魚肉可食用，魚膽有劇毒，食用必死。注意，膽汁暴露在空氣中，1日後毒性減弱，3日無毒性。白悠悠無語了，這到底算不算是個收穫呢？毒藥哎！白悠悠正看着那條大嘴魚發呆。哎，悠悠，這是在幹什麼呀？怎麼傻呆呆的？用手指了指那條大嘴魚，然後把剛剛的鑑定結果跟魯修說了一遍。這魚好醜，我不想吃，而且萬一不小心把魚膽弄破了，我卻沒發現，那我們不就玩完了嗎？說着還看了看其他2種沒有鑑定過的魚，嚴肅說道：沒鑑定過的魚也先別吃了，這個世界的東西太可怕了，萬一把我們毒死了怎麼辦？行，悠悠說什麼就是什麼。那悠悠還能鑑定東西嗎？那這2種魚要怎麼辦呀？
白悠悠沒有猶豫，直接當場鑑定了比較多的另外一種銀色的大魚。銀鱗魚味美可食用，無副作用。看到鉴定結果後，白悠悠鬆了一口氣，還好有毒的是少數，中午可以飽餐一頓了。鉴定完畢後，白悠悠一抬頭就看到魯修在研究那條大嘴魚。阿修，你這是在做什麼啊？小心地取了魚肚子裡面核桃那麼大的一個魚膽。悠悠，你先拿個竹筒把它裝起來。阿修，你要那剧毒的東西做什麼？嘿嘿，現在沒啥用，不代表以後沒用啊，有備無患嘛，先收起來吧。白悠悠聽了魯修的話，覺得好像有些道理，這毒藥留着，萬一以後遇到歹人，說不定還能發揮一些作用，留着有備無患。等魯修跟白悠悠一起回去的時候，就發現木一他們的速度挺快的。當看到魯修提着那些魚的时候，木一跟木二两個吃過煎魚的人都有些興奮了，可不及他們的臉色就不是那麼好看了。他們都知道魚是不好吃的東西，又腥又刺，還有苦味，根本就無法入口。白悠悠說讓他們吃飽，是不是就想拿這種東西來應付他們？就想着等拿到藥，等鐵石的傷全部都好了以後就離開，手裡的動作也沒有開始那麼快了，看上去都沒什麼精神。白悠悠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看在了眼裡，對木一誇讚道：幹得不錯，我跟魯修抓了新鮮的魚，中午你們都有口福了。不及他們幾個獸人看到木一跟木二的反應都有些意外，不明白吃個魚而已，他们到底在興奮什麼？白悠悠準備熬一鍋魚湯，再給每人烤一隻大魚。人比較多，他一個人根本忙不過來，好在有魯修幫忙。沒過多久，空氣中就開始飄蕩着烤魚跟魚湯的香味兒。不及他們幾人從來沒有聞到過這種味道，只以為那是白悠悠做給他們自己吃的食物，他們只能吃那些難吃的魚。木一才不管他們的想法，一聞到香氣就更有勁兒了。指揮使不及他們來，也就更賣力了。他可不會怕這幾個人，他現在可是大嫂指定的建築師，雖然不知道這個名稱是什麼意思，但是一聽就很了不起的樣子，他心裡可美得不行。等到白悠悠通知他們可以吃飯了的時候，頭也不回的一溜煙就不見了。不及幾人滿臉黑線的對視了一眼，他們自己的食物已經足夠他們再吃2頓的了，他們現在也沒了其他法子，即便是那難吃的魚，他們這個時間也不知道要怎麼在結冰的河水裡去抓。不及咬了咬牙，最後說道：沒別的辦法了，都湊合吃點，保命吧。其他幾個人聽了這話，臉色都不怎麼好看。煮湯的魚，白悠悠用的是沒有什麼魚刺的長斑魚，不用擔心魚湯裡面有魚刺會卡到喉嚨。而那湯裡面還有一些調味的雪包菜和切碎了的薑絲。不光有魚湯，他們每人面前還有一條足有4、5斤重的烤魚，紛紛開始吃起自己的食物來。魚肉被白悠悠烤得外酥裡嫩，都還放了一些鹽，入口的味道鮮美而濃郁，香味溢滿唇齒，久久繚繞。幾個獸人從來沒有吃過這種味道的東西，紛紛把魚拿到眼前看了看。黑風更是忍不住說道：啊，這還是魚嗎？為什麼從他手裡出來的東西味道變得這麼好啊？我簡直恨不得連舌頭一起吞下去啊！另一個叫食鹽的獸人連咬了幾口魚肉，口齒不清地說道：是啊，這個小雌性一定是個厲害的巫師，他懂的東西也太多了些，還會造房子。沒錯，最重要的是他會治療，那藥真的很神奇啊！我敢說那些大部落的巫師都沒有他厲害他要是能當我們的巫師就好了。我們要是有這麼厲害的巫師，一定會有小部落願意投靠的，到時候還怕不能成立一個厲害的大部落嗎？早晚能把雄狮那王八蛋幹趴下。不及聽了這話，眼神閃了閃。他有伴侶，不會跟我們走的，除非你們想留下來做他們的屬下。黑風聽了這話連連搖頭。那不行，我們說了要讓你當族長的，怎麼可能認別的人當老大呀？我的能力想要帶你們過好太難了，我們已經死了好幾個兄弟了，不想再看到有人犧牲。如果有好的去處……喂，不急，你別再說了。黑風立馬打斷了不及後面的話。我們兄弟幾個人願意跟着你，是我們自己的選擇，黑的他們的死也怪不到你，你也不必覺得愧疚。先吃飯吧，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鐵石端起裝湯的那個大盆喝了一口，眼睛立馬就亮了。哇，這湯比昨日那骨頭湯還要鮮美。哎，你們也嘗嘗。真的嗎？我喝點嘗嘗。哇，真好喝啊！這裡面這個是野菜嗎？現在這樣的天氣還能有野菜？不及看着幾個人難得輕鬆的樣子，心裡的滋味有些難言，同時心裡也有了一個想法，開始冒芽。恭喜宿主獲得不及信仰值10點，
獲得黑風信仰值10點，獲取鐵石信仰值20點，獲取石岩信仰值10點，獲取石木信仰值10點，當前信仰值170點。突然得到系統的提示，雖然有些意外，卻也沒有太過驚訝。他現在差不多也知道了這些獸人對他產生信仰值的規律，只要他表現的能讓他們過得更好，能讓他們有憧憬，那信仰值就會產生。白悠悠心裡挺開心的。等木一他們吃飽了又去幹活以後，白悠悠就把信仰值的事跟魯修說了。悠悠，你想怎麼做就怎么做吧，他們要是知趣懂進退，我就留下他們也不是不行啊。不急，慢慢来，等他們把房子給我們修好了，地給我們開出来了，防護圍欄給我們建造好了後再说吧。魯修聽着白悠悠這一堆話，有些同情被木一指揮的團團轉的幾個獸人。悠悠，這是怕把我累着，故意留下他們給我減輕負擔嗎？對呀，這麼多的事，要是光靠你跟木一他們，不知道得忙到什麼時候，到時候你都沒空陪我了。現在這樣多好啊！那行啊，我現在是最有空的人了。等會兒你想去哪兒啊？還抓魚嗎？魚在那裡又跑不掉，想吃了再抓吧。而且中午的魚都還剩幾條沒做呢，我們還是去附近繼續轉轉吧。白悠悠跟魯修兩個人一路邊走邊看，看上去特別的悠閒。白悠悠正跟魯修說着什麼，突然有個白色的小毛團子從他腳邊跑過，嚇了白悠悠一跳。魯修直接一個閃身衝了出去，再回來的時候手裡已經有了一隻白色的毛團子。魯修，這是什麼啊？這小獸啊，我們這裡這種類型都叫小獸，沒什麼肉，吃素的，比較溫順，很多雌性都喜歡養着玩呢。它都不怕冷的吗？這樣的天還跑出來？估計是冬日變長，它窩裡的食物不夠吃，餓極了才跑出來的。看樣子一些野獸估計要慢慢出來了，倒也是好事。揉了揉懷裡的毛團子，它吃什麼呀？現在出來就能找到食物了嗎？吃竹葉、竹筍，實在沒吃的了，弄一點的竹子也能吃的。悠悠，你要養它嗎？挺好養活的。而白悠悠此刻，他雙眼亮晶晶的看着魯修，他竟然是吃竹筍的吗？那他出現在這裡，是不是說明這裡有竹子呀？應該有吧，看他肚子圓滾滾的，應該是吃過東西了。我們跟着他的腳印，應該可以找到。你要去嗎？要去，我要去。那我抱悠悠去，這樣會快些。說着就抱着白悠悠，跟着小獸留下的腳印快速跑去。大概用了10幾分鐘的樣子，白悠悠跟魯修的面前就出現了一片竹林。竹林挺大的，遠看只能看到一片雪白，便把懷裡的那只小獸交給了魯修。就看到白悠悠從空間裡面拿出了一根干木棍，在那些竹子邊上刨來刨去，像是在找什麼。悠悠，你在找什麼呢？當然是找吃的呀。白悠悠想找的東西如今都還埋在地下，並沒有冒頭，所以只能挨个挨个的刨開泥土來尋找。魯修左右看了看，實在想不出來這能有什麼好吃的呀。怎麼了？找到了，真的有！阿修，是冬筍啊！指了指被他挖出來的一個黑褐色的小尖尖，雙眼亮晶晶的說道：“這個埋在地裡還沒長出來的叫冬筍，跟竹筍一樣，都是一種菜，只不過冬筍的口感會嫩些，反正都很好吃。我們挖些回去吧，我晚上做道冬筍炒肉給你嘗嘗。”魯修看了看那個黑乎乎的醜東西，很難想象這個東西會是什麼美味，但是白悠悠已經把很多的不可能變成了事實，讓他沒辦法不相信。我來挖吧，你看着就行。行啊，正好我可以把你挖出來的冬筍殼處理一下，你小心點哦，可別把冬筍給挖壞了。用力把木棒往竹子邊上一按，然後直接拿着木棍頂端輕輕一撬，竹筍就跟着泥土一起出來了。白悠悠簡直看傻了，因為天氣冷，地上的土都特別的僵硬，他剛剛刨了半天才刨了一點冬筍尖尖出來，魯修就這麼簡單的2個動作就搞定了。白悠悠剝冬筍殼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魯修挖冬筍的速度。好了，阿修，夠了，太多了。悠悠，你今天鑑定次數用完了嗎？你不說以後要鑑定過了才能吃嗎？白悠悠聽了這話，指了指正蹲在自己腳邊啃冬筍啃得歡的小獸。白團子，這不是在給我們試毒了嗎？這小東西也怪，開始還挺想跑的。白悠悠隨意給他扔了一個冬筍後，他竟然就老老實實待在白悠的旁邊吃起來了。看那樣子蠢萌蠢萌的，白悠悠決定這小東西要是不跑，就留着當個樂子吧，反正好養活。嘿嘿嘿，那自然是沒有悠悠聰明了，不是誰都能跟悠悠似的。像有你這麼聰明又漂亮又溫柔可人的小雌性，我長這麼大都沒見到過第2個。少貧嘴，一天天的就知道哄我。
啊，冤枉呢！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发誓。悠悠，你就是最好的。他一直都觉得他家的小磁性是最好的，处处都合他心意，每一个动作表情都能勾得他心颤。当然了，唯一不太滿意的就是这發情期遲遲不來。要是白悠悠能馬上到發情期，他就能這樣還能那樣，然後白悠悠再給他生一窩小崽子，那日子想想都美。魯修想着想着，哈喇子都要流下來了，正美着呢，突然就覺得耳朵一疼。你是不是又在想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了？沒有，絕對沒有。我只是一想到悠悠有美味給我吃，就有些流口水，一想到還能把美味吃飽，就忍不住想笑而已。真的，你相信我。不知道為什麼，白悠悠聽了這很正常的話，總覺得有哪裡不對似的。可對上魯修那真摯的眼神，他又覺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我什麼時候餓着你了？看你那沒出息的樣。魯修聞言，委屈的小聲道：我就沒吃飽過呀，我都快餓瘋了。你剛剛嘀咕什麼呢？我說我得快點幹活了，晚上好好嘗嘗新的美味，我都餓了。那我晚上多給你做一些吧，這個冬筍真的很好吃的。行，那悠悠晚上就多給我做一些。小兩口的速度都挺快的，沒用多久，冬筍就全被處理好了。感覺自己有些乏了，就對着魯修眨了眨眼：阿修，要抱。魯修自然不會拒絕，樂顛顛的就把人抱了起來。等快到家的時候，白悠悠才讓魯修把他放了下來，把空間裡裝了冬筍的袋子拿出來給魯修後，兩個人才結伴走了出去。白悠悠並沒有馬上去做飯，而是讓魯修跟木二兩個人先幫他把食材處理一下，讓魯修切肉，木二切冬筍，而他自己則是先去看了看自己的房子蓋得怎麼樣了。不得不說，這些獸人幹活真的很麻利。才一個下午的時間，白悠悠的木屋已經有了一個框架，看上去很牢固。白悠悠看看自己未來的房子，還挺滿意。剛想說點什麼，就聽黑風急吼吼地問道：小司星，你帶了什麼東西回來了？今天晚上有好吃的嗎？自然是帶了吃的回來呀，等晚上你們就知道了。說完看了一眼木一，笑容明顯更加燦爛了些。木一幹得不錯，繼續加油，我去給你們做好吃的。好的，大嫂，大嫂辛苦了，大嫂慢走。白悠悠剛走，黑風就對着木一翻了個白眼。馬屁精就會拍馬屁獻殷勤。哼，拍馬屁怎麼了？我就愛拍我們家大嫂的馬屁。我們家大嫂人美心善又能幹，知天知地，又會醫又會做飯。我獻個殷勤怎麼了？你們想獻殷勤拍馬屁有機會嗎？你們有這麼能幹的大嫂嗎？我知道你們嫉妒我，趕緊幹活，不然晚上我讓我家大嫂扣你們伙食。誰嫉妒了？我們有什麼好嫉妒的？你少得意啊！真的很想非常有脾氣的撂挑子不幹了，甚至想再揍木一頓，可一想到要扣伙食，他們一個個的又蔫了。行了，都少說兩句，趕緊幹活吧。對，趕緊幹活，你們只有幹活才能吃到我大嫂做的飯。白悠悠還沒有走太遠，所以他把木一他們的話聽了個七七八八。雖然說的話可恥了些，但是在無形之中竟然給他當了一回助攻。白悠悠決定回頭偷偷給木一的湯裡面加幾滴靈泉水作為獎勵。等白悠悠他們把菜做熟的時候，給他們一人分了一大碗的竹筍炒肉，那分量足足的。一回到他們自己的山洞，鐵石就有些忍不住的說道：這是個什麼東西啊？我竟然從來都沒有見過，看上去還挺像個植物的。石岩跟石木兄弟二人也有些疑惑，石岩更是忍不住說道：還有這魚塘裡這幾片野菜也是，這個季節他們是從哪裡挖到的野菜呀？顧及看了看手裡的食物，這可能就是巫師的強大之處。我們要是也能找到並且分出可以食用的話，我們不就成了巫師了嗎？不及說的有道理，人家畢竟有巫師在，真讓人羨慕啊。都低下頭開始品嘗碗裡的食物，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食物剛一入口，幾個獸人都愣了愣，脆嫩的口感，甘甜的味道，加上醃肉的鹹香，瞬間在唇齒間爆開。以前多數都是生肉的他們，連炒菜都沒見過，因為手藝一般又沒有磁性的原因，他們連烤肉都很少弄，哪裡有吃過這樣的美味？下一刻，山洞裡就看不到一張完整的臉了。你這以後要是能吃到這樣的東西，那該多好啊，簡直比族長還爽啊。黑風剛說完，山洞裡就是一靜，氣氛顯得有些異樣。黑風就是再傻也意識到自己可能說錯話了。不行，你別多想啊，
我没別的意思，我只是隨口一說而已。我們都是兄弟，都是可以托付性命的人，我自然知道你沒有別的意思。黑風聽了這話，不由鬆了一口氣，一顆心還沒完全放下來，就聽不及繼續說道：可我動了別的心思。